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今天要说的故事非常有意思。我记得这则故事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在故事书上读到的，从此以后我对这则故事的印象很深刻，因为这则故事在我小时候我觉得实在太有意思了，太可爱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可爱，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这个故事。那今天呢，理查老师想把这则故事分享给你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也不晓得你们听过之后会有什么感觉，但是理查老师个人非常喜欢这个故事有人问志忠问老师，天气很热吗？是的，台湾天气超级热的是不是看老师穿得很凉爽？好，那么我们就开始来说故事吧。今天要讲的故事是烙饼师傅与懒太太。烙饼师傅与懒太太。好，烙饼呢是一种大饼，很大的一个饼然后它是放在平底锅上面去烙的我觉得在中国烙饼非常流行，台湾好像没有那么流行我今天穿了背心，对，这个是背心好，那烙饼师傅顾名思义就是做烙饼的师傅，他有一个太太，然后这个太太很懒惰好，那么我们看看师傅跟太太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从前有一位卖大饼的李师傅原来这位烙饼师傅姓李好，那么看起来他的生意好像不错好，他每天都忙着做饼卖饼，所以一直到年纪很大才娶妻。那各位同学因为这个烙饼师傅他要赚钱，他每天都要做大饼卖大饼，所以一直到年纪很大才娶亲。娶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娶老婆娶太太好，师傅跟师傅有什么不同？好，艾云这个问题很好。一般来讲，这个师傅指的是有某种技能的人，某一种技能的师傅。然后这个师傅呢，可能他有做生意，比如说在有开店还是什么的师傅那另外那个师傅呢是徒弟，叫 master 师傅所以第二个师傅呢是徒弟叫他的 master 会叫师傅比如说如果你跟一个人学功夫，你会叫他师傅师傅。那这个师傅通常是有一些技能，比如说他很会做大饼，比如说他会做珠宝，比如说他会修理手表，这种人才叫师傅师傅那一般来说，另外那个师傅就是像英文的 master， 对，有某种手艺的人才会叫这个师傅。好，娶亲就是娶老婆娶太太娶妻娶妻，老师刚刚一直念成娶亲，也可以用娶亲娶亲也可以，娶妻就是娶老婆娶老婆。好，年纪很大的时候才娶老婆。好，他的妻子叫兰花，长得很漂亮，从小父母很宠她，对，出租车司机我们也会叫他师傅，对不对？所以非常懒惰。按摩师是师傅，对，没有错，可以。好李师傅的妻子叫兰花，兰花是他妻子的名字长得很漂亮，从小父母很宠她。如果你很宠你的孩子，那么这个孩子要什么你都会答应他，
而且呢，你会把这个孩子照顾得很好，太好了，百依百顺啊。所以如果你太宠你的孩子，他可能会被你宠坏了。有没有人帮我打一下？宠坏了，就是说这个孩子因为你太宠他了，他的个性可能很不好，很骄傲。我爸妈很宠我，所以我可以为所欲为，就是做什么都可以。我做什么都可以啊。好，宠坏了啊，对，宠坏啊，就是乔马写的宠坏了。如果你太宠你的孩子，他会被你宠坏了啊。好的，所以非常懒惰，像兰花就是被他的父母宠坏了，所以他什么都不想做，他很懒惰。好，我们理查老师一直宠我们，有吗？我有宠你们吗？好像没有，是你们宠我吧。好，我们往下看。李师傅很爱兰花，舍不得让他做任何家务，对，跟宠物一样的宠。好，那各位同学，李师傅很爱他的老婆，舍不得就是他不忍心让他做家务，不让兰花扫地，不让兰花洗衣服，不让兰花做菜，这些都让李师傅自己来啊。好，所以他舍不得让他的老婆做任何家务。哇，那我觉得李师傅是一个很爱老婆的人。各位同学，各位男同学们，你是一个爱老婆、爱女朋友的人吗？如果是的话，你可能会愿意为你的老婆或女朋友做任何事情，你舍不得让她出去工作，你舍不得让她做家务。但是我觉得这样好像有一点宠坏了自己的老婆，对不对？不爱啊，乔马不爱自己的老婆啊。好 ，OK， 没问题。每个人对待老婆的方式都不一样哦。好，兰花说：“我不想洗衣服。”李师傅马上笑着回答：“没关系，我来洗，你去休息。”哇，各位同学，各位女同学，你们是不是很想要一个像李师傅这样的老公呢？好，如果有李师傅这样体贴的老公，那你就不用洗衣服，不用做饭了，不用做家务了，多好。好的，好，而且呢，李师傅笑着回答，他没有不高兴，他笑着回答。笑着回答，我觉得表示李师傅很乐意做这件事情，他很高兴为太太服务啊。好，哇，李师傅爱老婆哦。好，而且呢，他叫兰花去休息，老婆你去休息，我来洗衣服，我来洗，你去休息吧。各位男同学，你们要向李师傅学习哦。兰花又说：“我也不想做饭。”李师傅说：“没问题，没问题，我每天做大饼给你吃。我是烙饼师傅，所以我做大饼给你吃。你不用做饭，没关系，我来做，我来做。”对，把它惯坏了啊！这个兰墨用的这个字也不错，惯就是宠的意思。我觉得李师傅把兰花惯坏了，什么都帮兰花做，那兰花它会越来越懒惰的哦。艾云说，最重要的是给李师傅生孩子啊、哦。好，这个其实我觉得兰花可能也不想生孩子。好，男同学要模仿，要效法啊。林子，你可以说效法。男同学们，你们要效法李师傅，这么爱老婆啊。乔马说李师傅妻管严啊。好的，乔马，你只要说李师傅妻管严就可以了，不用加有哦，不用加有。李师傅妻管严，表示啊，他的老婆管得很严，李师傅不能出去加班，不能够出去跟朋友喝酒，你要待在家里，他老婆很严格。
很严格。对 Mandarin 效法这里不要用模仿，这里用效法男同学们，你们要效法李师傅要学李师傅爱老婆的行为。佩霞说，对，他很乐意很好。哇，我们再往下看李师傅的母亲受不了这懒媳妇儿，一气之下搬去了女儿家住。李师傅的母亲觉得这个媳妇儿媳妇儿指的就是李师傅的太太，就是兰花，这个中文我们可以叫她媳妇儿记得是先生的妈妈可以叫先生的太太媳妇儿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是先生的妈妈，或者是李师傅的爸爸妈妈，先生的爸爸妈妈叫先生的老婆媳妇儿好，那兰花要叫李师傅的母亲叫婆婆，好，听得懂吗？李师傅的母亲或父亲要叫兰花媳妇儿，兰花要叫李师傅的妈妈婆婆，兰花要叫李师傅的爸爸叫做公公兰花要叫李师傅的爸爸公公，公公婆婆媳妇儿，一定要记起来，一定要记起来好。你们怎么那么关心我穿这个背心呢？因为我很少穿背心，对不对？今天为什么老师穿背心呢？因为老师刚刚才洗完澡，我刚刚洗完澡，所以要上直播课了，来不及了，赶快穿上背心。好，儿媳妇儿也可以可以，这个艾云可以叫媳妇儿，也可以叫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也可以好，乔马说很帅儿媳妇儿我们用儿媳妇儿，把儿放在前面一气之下我觉得这个表达不错，就是一气之下，就是你很生气，所以你做了某一件事情，因为你很生气，所以你做了某一件事情，特别是冲动的事情所以一气之下指的是你在非常生气的情况下冲动的做了一件事情，通常是没有经过考虑而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可以说一气之下我就不直播了，理查老师一气之下今天不直播了。所以你在很生气的时候很冲动的做了一个决定，所以这个就可以用一气之下，对，冲动了好，那这个兰花的婆婆搬去了女儿家住，这个女儿指的当然是李师傅的姐姐或妹妹李师傅的姐姐或妹妹好，发怒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书面语的表达，发怒是比较书面语的表达。好，一气之下我们加个逗号，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在冲动之下做了什么好，来媳妇儿是 daughter-in-law好 OK 我们往下看，婆婆走后兰花变得更懒了，每天吃饱睡，睡饱吃，身材越来越胖。好，各位同学有没有看到这个图片？兰花再也不是那个美丽的身材很好的兰花了，兰花变了，兰花越来越胖，她的身材走样了。好，中文会说身材走样了，就是她的身材变胖了，不再那么曼妙，不再那么漂亮了我们说身材走样了。如果理查老师每天吃饼干、吃蛋糕、喝可乐，我的身材也会走样了，就是我的身材会很臃肿、很胖好，对，走样了。
那婆婆走后，兰花更懒了，因为李师傅很宠兰花嘛，对不对？兰花变胖花，对，好，吃饱睡，睡饱吃，你们可以记起来哦。这个在中文算是蛮常用来嘲笑一个人很懒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表达哦，就是你可以嘲笑一个人很懒，你怎么那么懒？吃饱睡，睡饱吃，其他的事都不做，只会吃跟睡。所以这个可以记起来，你只会吃饱睡，睡饱吃，指的是这个人很懒惰啊。好，怀孕她没有怀孕，她只是变胖了，她是胖花啊。好 ，OK， 好吃懒做很好，好吃懒做好，我们往下看，到了吃饭的时候，兰花连碗都不想拿啊，我不想拿碗。为什么？因为兰花太懒了。李师傅很宠老婆，所以李师傅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喂你吃，我喂你吃吧。如果你不想拿碗吃饭，那么我来拿，我喂你吃饭哦。来，我喂就是拿饭或拿菜给对方吃。你可以喂，一般来讲，我们会喂小孩子，可能是宝宝，喂他吃东西，或者呢。”你可以喂你的宠物吃东西，可能喂狗、喂猫。如果你有养马，你可以喂马。所以一般来讲，喂是用在动物身上的，或者是小宝宝还不会吃饭的小宝宝，你会喂它吃什么东西？那为什么我们会喂兰花呢？因为它太懒了，它不自己拿碗，它要别人喂它啊。这么活有意思吗？对于懒惰的人来说哦，他可能会觉得懒就是意义，生命的意义就是懒惰啊。好，你看真的好懒哦，连吃饭啊都懒得拿碗，还要李师傅帮他拿，真懒啊。好，我们往下看哦。有一天，李师傅得知妈妈病了，非常着急，可是又放心不下兰花。好，有一天，李师傅得知，什么叫得知呢？就是别人告诉你的，或者你通过社群媒体或看报纸知道的，不是直接知道的。得知的意思就是不是直接知道的，你是间接知道的。那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得知一个消息，指的是你可能看新闻，你可能看社群媒体知道的，可能是朋友告诉你的，间接的知道了。好，妈妈病了，那可能是邻居告诉他，或者是李师傅的姐姐或妹妹告诉他。好，那李师傅知道妈妈生病了，当然非常着急了，非常着急。好，养一只猪啊。好，可是他知道兰花很懒，需要别人照顾，所以他又放心不下。好，如果你放心不下一个人，那表示这个人需要你照顾。如果你没有照顾他，你会有点担忧，你会担心，所以你会放心不下这个人，因为你知道这个人可能没有办法照顾自己，需要你帮忙协助或者照顾。那如果你不能的话，你会很担心你会很担心，你会放心不下。你们有没有放心不下的人呢？如果有，我觉得也表示你很爱这个人，所以你会放心不下他。父母总是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对不对？好 ，OK， 得知对，父母总是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好，我们往下看。好，李师傅说：“兰花你跟我回去探望妈妈吧。”兰花很懒，我们都知道，所以他说：“我不去。”兰花摇头回答：“我不去。”当然他会这样回答，因为他太懒了，他可能连下床都不愿意，对不对？好，那这里有一个词汇叫探望。一般来说，探望是跟拜访的意思差不多，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探望一定是去拜访生病的人，或者年纪很大的人，我们会去探望所以探望跟拜访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点就是在于对象。拜访一般来讲，你要拜访朋友、亲戚，拜访理查老师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探望理查老师的话，有2个可能。第一个，理查老师生病了，所以你要探望他；第二个，理查老师太老了，身体很虚弱，所以你要探望他。那探望他表示你想要看看他有没有病情好转，或者是他的身体好不好，所以你会去探望他。所以探望跟拜访意思上其实是有蛮大的不同林子说兰花的身体有很多肉，所以2-3天不吃应该没关系吧。参访一般是我们可能是老师会带着学生或者是政府官员会去参访可能一家公司或者是去参访组织，参访别的国家。一般来讲是会老师带着学生，或者是政府官员有一群人一起去参访，可能是学校、组织、公司这个叫参访放心不下，对，我觉得放心不下是因为你担心一个人你担心一个人谢谢白兰支持老师谢谢，太感动了好，谢谢白兰支持我。好，参访的意思一般来说是老师带着学生们，或者呢政府官员一群人一起去一家公司或一个组织，或者是学校一个地方去拜访，从拜访中得到一些经验，学习到一些知识，这个叫参访。参观访问，参观访问，你会去参观你学到东西了这个叫参访盼望的意思就更不一样了，盼望是你很想念一个人，你希望他来盼望着，可能你希望爷爷奶奶来拜访你每天都盼望着爷爷奶奶会来家里跟我一起聊天，盼望采访当然更不一样了，采访可能是记者采访一个人这个叫采访。好 OK， 那么我们往下看吧。最后李师傅想到一个办法，他做了一个大饼，真的很大很大的一个饼，重20斤。哇，你看这个饼好大他是烙饼师傅，所以他做了一个超级大的饼好，这个饼呢重20斤，中间还有一个大洞这个烙饼呢中间还有一个大洞。好，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好，第2天李师傅把大饼套在兰花的脖子上，轻声的说好，脖子，你们知道脖子对不对？脖子好，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用绳子套在一个，你可以用绳子套在一个地方上面套这样子，这个就套住我们以前你们有没有看过美国西部的牛仔 cowboy， 他会这样把绳子套在马的脖子上，这个叫套所以如果你们知道美国的西部牛仔，他们很喜欢用绳子这样然后那个绳子就会套在马的脖子上那个动作叫做套好，然后李师傅轻声的说好，兰花，这张饼够你吃10天了，你饿了就咬一口，你不需要动，因为这个大饼套在你的脖子上，你只要张开嘴巴咬下去，你就可以吃到东西了，你就不会饿肚子了
你饿了就咬一口，我很快就回来。哇，所以你看这个李师傅多爱他老婆呀，怕他老婆一动也不动，什么都不愿意做，怕他老婆肚子饿怎么办呢？他老婆又很懒，所以他做了一个大饼套在老婆的脖子上，老婆只要张开嘴巴咬一口就可以吃到东西了。哇，我觉得李师傅这个方法很好，非常棒的方法啊。好，这张饼够你够就是足够的意思，这里的够是足够，足够你吃10天了，所以我出门10天你都不用担心了，你放心，这个你绝对不会饿死的，你也不需要起来煮饭啊，你只需要张开嘴巴咬下去，你就可以吃到东西了，你的肚子就不会饿了啊。志忠说他不洗澡嘛，我觉得兰花应该不会洗澡吧，因为他太懒了，应该是要李师傅帮他洗澡。还有10天不洗澡不会死但是10天不吃东西会死所以应该还好。对，你们有没有10天不洗澡过我觉得10天不洗澡是不会死掉的但是10天不吃东西是会死的好，你们都说兰花是一只猪因为兰花怎么大便啊？我觉得他可能也不处理吧，他就拉出来等李师傅回来你们想的好多它只是一个故事而已，你们怎么帮兰花想那么多呢？手势不是手势，是大饼，不刷牙你们想太多了，只要吃东西就可以活下来其他都不重要好，艾云说李师傅他不是爱老婆，他的行为是害了他老婆，当然是这样没有错。好，那么我觉得李师傅这的方法是个好主意我们继续往下看。说完，他启程去看母亲。10天后，李师傅赶回家，一进门就大喊：“兰花，我回来啦！”好，所以呢，李师傅说完之后，他就启程。启程呢，就是你出门到一个目的地，我们叫启程。你有一个目的地要前往，所以你会启程。好，我从家里启程，我从家里出发的意思。所以这里的启程就是出发，你出门要去一个目的地这个叫启程。好，启程去看母亲。10天后，李师傅赶回家，一进门他很想他的老婆，所以一进门他就大喊：“兰花，我回来啦，兰花。”好 ，OK。哇，你看兰花还躺在床上，她好懒，这个兰花太懒了好，我们看最后的结局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没有人回答，李师傅跑到床边，发现兰花已经死了。兰花死了，她不是有东西吃吗？她不是有大饼吗？为什么死了呢？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回答回答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会回答你好，兰花死了，为什么兰花死了？我们看一下，原来兰花吃完嘴巴前面的饼，却懒得伸手转动大饼，最后活活饿死了。好，你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兰花的脖子上套着饼，但是兰花她太懒了，她只有吃她嘴巴前面的大饼，她没有转动这个大饼，她太懒了，她懒得伸手转动大饼，她只吃了这里她嘴巴前面的大饼，所以她饿死了好夸张好夸张。好，他不是渴死的，他是活活饿死的。好，所以
好懒啊，他没有噎住，他只是懒得去转动那个大饼，他没有转动大饼，他只吃了前面的，他吃不到另外两边的大饼，他被饿死了。好，我觉得这个故事还蛮可爱的。我从小就读过这个故事，我还蛮喜欢的哈。好 ，OK， 故事到此结束。问题一：李师傅为什么很晚才结婚？好，请问各位，李师傅为什么很晚才结婚呢？是因为他太丑了吗？还是兰花死的时候身材有瘦下来，瘦一丢丢，对不对？瘦一丢丢。好，李师傅为什么很晚才结婚呢？是因为他太丑了，还是他没时间？啊，李师傅很有耐心，对。好，有人答对了，因为李师傅每天忙着做饼、卖饼，他没有时间，所以他到了年纪很大才娶妻。他到了年纪很大才娶妻。有人说李师傅是故意把兰花饿死的，这样他就解脱了。对，因为李师傅要赚钱，很好啊，哑铃很棒。他太忙了，他要做饼，要卖饼，所以他到了年纪很大才娶妻。哦，对，他拼命赚钱，很好。他太忙了，他太忙碌了，很好。好，我们看第二题。李师傅为什么要做20斤的大饼？李师傅为什么要做20斤的大饼呢？这么大的饼，他做了要干嘛？有什么用？这么大的饼有什么用？而且这个大饼啊，中间还有一个洞。这个大饼中间还有一个洞。对，他很忙。对，李师傅太忙了，要做饼卖饼啊。好，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好，有人说，因为他要启程探望母亲。因为他要启程去探望母亲，所以他怕兰花没人照顾，他要做20斤的大饼给兰花吃，对不对？刚刚有说这个动作，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字吗？把这个20斤的大饼什么在兰花的脖子上，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叫什么？想一想啊，不要用戴，不是戴，戴可能是戴花圈或戴项链，这个动作不是戴的意思啊，这个动作是套，对，不要用戴，这个是套，戴是戴项链、戴戒指啊、戴眼镜啊，那刚刚我说的这个动作是套啊，对，他把20斤的大饼套脖子上啊，好，都是为了兰花，李师傅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兰花啊。好，我们看问题3，兰花最后为什么饿死了？兰花最后为什么死了？李师傅不是有帮他做大饼吗？他为什么饿死了呢？好的，这个对，他怕兰花没人照顾他。春娇很好，你是春娇对不对？很棒。好，对，套啊。好，兰花最后为什么为什么饿死了？好，因为兰花只吃了嘴巴前面的大饼，它懒得伸手转动大饼，所以活活被饿死了。好，我再说一次哦，因为兰花只吃它嘴巴前面的大饼，
他懒得伸手转动大饼，最后被活活饿死了啊！对，他不愿意伸手转动这个大饼，他太懒了，他因为太懒了，所以饿死了啊！好，他只吃了嘴巴前面的部分，其他部分他懒得转动，他都没有吃到，他被活活饿死了，他被活活饿死了哦！你可以加一个被，可以哦，可以加个被，他被活活饿死了哦。好，他太懒了，所以他没有转动大饼哦。好，这个故事你们喜欢吗？如果你们喜欢，告诉我啊，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词汇。好，每个词汇我会念3遍，你想一想它是什么意思啊？娶妻，娶妻，娶妻，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好，贝尼说：“老师，我喜欢这个故事啊。”好，脖子，脖子，脖子，宠，宠，宠。你们家里有没有宠物呢？宠物啊，那我们如果太宠一个人，你会把他宠坏了。我们常常加一个补语叫坏，宠坏了，你把他宠坏了，你把他惯，可以用惯坏了。哦，可以用这个惯这个字。你把他惯坏了，不要这样惯孩子，你把他惯坏了，或宠坏了也可以，就是 spoil。OK， 好，好，再来启程，启程，启程，探望，探望，探望。好 ，OK。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有宠猫，慧君你太宠你的猫了是吧？好，我们说宠物猫如果你要说 pet cat， 你可以说宠物猫艾云有一只狗叫什么？我这个还不会念呢 Eeyore。好，我们礼拜4见咯，大家早点休息，晚安，拜拜。